觉得自己每天就像一个哑巴一样。当时觉得来日本呢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毕竟07年的时候日元也很高。当时在国内的话，我爱人好像是一个月是3000块钱，虽然餐厅很赚钱，但是做了3年以后，然后我们就不做了。是没有什么资源的话，我觉得来日本还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大家好，我是 Real， 那欢迎来到我的频道。这里呢是在日本生活的华人的系列节目，那么你呢是一个专门分享在日本生活的华人真实心声的这么一个地方。我们大家都知道呢，那么随着日本经济的复苏，那么日本呢正成为越来越多的华人朋友们，那么他们选择留学和移民的目的地的国家。那么日本的文化、美食、人文呢都充满着非常大的魅力，那么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华人朋友们呢来到这里。那么每位来到日本的华人朋友们呢，那么相信大家都有着自己的理想还有目的。那么如果准备来日本的话，那你是因为日本的什么地方吸引着你？那么来了日本以后，你又准备从事什么工作？那么来了日本后能不能成功？那么等等等等，那么相信每位朋友呢都会有着不同的疑问，也会有着相同的一些担忧吧。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答案，但是这个答案呢不一定是准确的。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可以去听一听那些已经来到日本生活了很长时间的华人朋友们的种种经历。那么通过他们的故事呢，那么相信大家可以得到很多的启示，那还有启发。那所以呢，我在这里做了这样的一个节目，用最简单的方式访谈，那么跟一位又一位正在日本生活、奋斗，那么在这里经营着自己事业的这些华人朋友们呢聊一聊，听听他们说出那些书上找不到、那网络上呢也看不到的一些亲身体验。那每一集呢，我都会问他们，你为什么选择来日本？你最喜欢日本的哪里？那生活在这里有没有后悔过这样的问题？那么如果你喜欢这样的内容的话呢，那可以点赞订阅，打开小铃铛，告诉我们呢你想听到哪一些类型的华人朋友的故事。那好，那么今天呢，我们的主角呢是一位生活在日本18年，那么经营着自己的中餐厅的杜老板娘。从一开始来到日本，从一开始打工的生活，到后来选择在日本开自己的餐饮店，那么他是如何做出这样的抉择，那又是如何坚持下来的？那么一路走来，他的心境呢又是如何变化的？那么如果你也打算来日本开餐饮店的话，那么本期嘉宾的故事呢，一定可以给你不少的启发吧。那好，你做好准备了吗？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的故事吧。那么杜姐，我想来问一下您哦，您什么时候来的日本？我是2007年的4月份来的日本。今年已经18年了。18年了。哇，很久嘞。2008年。怎么样？来了日本这么久，对日本的感受，还有你的一些想法有吗？来日本这么久，刚开始来日本的时候呢，一下飞机觉得哎呀好干净啊，空气是真的很好。原计划呢就是准备在日本只工作3年我就回国的。哦，是吗？对，但是后来就是经过这个3年吧，就是自己也慢慢适应了日本的生活，然后没想到一待就是18年。18年啊，也就是说当初您没有想在日本待这么久？是的，因为当时觉得好像是还是离不开中国，家里面的亲人啊什么的。觉得在日本只有2个人，我是和我爱人一起来的。所以说觉得还是在异国，然后语言又不通，哎呀，就觉得自己每天就像一个哑巴一样。刚来的时候确实是挺难的。是这样啊，是这样子的。那我能问一下您吗？你当初为什么选择要到日本来呢？当时来日本的时候是因为我老公，我老公他是先来日本的，他是厨师，
就是对，他在国内呢，他是做日料的，做日料。然后当时呢，他就觉得想来日本看一看，然后正好有个机会，然后他就先来了日本。他来了以后，过了3年以后我才来的。这样子，过了3年来的。来的时候就觉得，当时在国内嘛，毕竟我们没有学历，也没有什么背景。当时觉得来日本呢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毕竟07年的时候日元也很高，觉得收入还是可以的，最起码还能多赚一点钱。然后赚点钱呢，就打算回国自己做点什么。当时是这样计划的。原来如此，原来如此。你是属于想到日本来拼搏一下，打拼一下未来，有点这种感觉是吗？对，其实目的很明确，就是过来赚钱的。来赚钱。对。那很多人其实大家多多少少都抱有这样的一个目的吧。当时。然后学习，留学生也有的，都有。那我想问一下你你当时来日本对日本第一印象是什么？第一印象的话，因为我在国内我就很早接触日本人。我和我爱人的话，在国内的时候，他是干日料的嘛，然后我也在日料上班。所以当时的话，日语多多少少还是会一点儿。你在来日本之前就会？对，当时会，但是不是没有到那个正规的学校去学习，我们只是工作上接触一些日本人，然后日语就是简单的吧。所以说还是会一点。所以说来日本的时候，不是很陌生。日本不是很陌生。因为接触的比较早。是这样。好厉害哦。是这样。我来日本的时候什么都不知道，属于一窍不通，好羡慕啊。我想问一下杜姐你当时来日本的时候，你的家人啊、朋友啊支持你吗？当时还是挺支持的。毕竟说实话，因为来日本的收入比国内的话，当时在国内的话，我爱人好像是1个月是3000块钱，我1个月可能是2000多点儿吧。但是当时毕竟是觉得来日本好像是1个月，去掉一些杂费什么的，反正最起码能存1万人民币。当时对于我来说，已经很好了，很好了。是这样的。原来如此，不错。杜姐她经营的那家中餐厅，我经常去吃，很好吃。谢谢。我家丈母娘赞不绝。这家店在上福冈这边。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来吃一吃，有兴趣的话留言给我，我会告诉你这家店叫什么名字。这里我就不公开了。你现在在日本从事的自己的这份工作，你能跟大家介绍一下吗？就是你的餐厅的这份。这个餐厅呢，我是07年来的日本，然后和我爱人工作到2015年的时候。然后我们开了第一家餐厅，那个餐厅呢在赤坂。当时呢其实也是挺巧合的，就是我有一个朋友呢，他自己先开了一个中华料理店，然后我觉得，她老公的手艺我觉得很一般，说实话。然后呢，当时我就在想，因为我也从事来日本以后也是一直在餐厅打工嘛，我觉得我也有能力开自己的餐厅，所以当时呢我就。看当时是中文报纸嘛，然后我就在赤坂看到了一家店，正好店那个老板呢就是年纪大了嘛，就想回国，然后我就把店接过来了。接过来的时候呢，我和我爱人俩一起做，然后当时还请了一个厨师，店里生意也蛮好的，很忙，因为在赤坂那个地方就是公司职员很多，然后晚上的话。生意也可以，所以说客流量还行，但是很累。每天中午的话，可能有70-80个人吧，然后就我一个人。70-80个人一个人。对，然后当时因为我和我爱人当时一直都是各忙各的，就是没有在一起工作过，所以说自己就是一下子2个人在一起工作呢，就需要很大的磨合。就他有他的想法，我有我的想法，然后大家后来就是觉得工作在一起真的很累很累。虽然餐厅很赚钱，但是做了3年以后，然后我们就不做了，然后我就回国调整了一下，就是觉得累的哈，就是感觉心也累，身体也累，当时颈椎也不好，
回国调整了一下，在国内学了驾照，因为当时在日本的时候，我觉得学驾照对于我那个日语水平来说，好像是还是有一点挑战的。然后我就回国学的驾照，然后问了一下，觉得来日本换的话，好像更容易、更方便一些。然后回国调整了1年半的时间，然后回来以后觉得，我爱人来说呢，还是要自己做店，因为好像是在给别人打工，无论是在这个薪资上面也好，在这个自由时间上也好，觉得好像是还是想自己开店。然后我们又在自己家附近又找了第2家店，然后赶在正好疫情之前开业的，现在正好也有5年了。是这样。目前为止还可以。是还挺好的，还可以，忙的还可以吧，就是反正就是辛苦嘛。夫妻店的话，来日本久的人都知道，什么都要做。对，就是而且比较辛苦。因为也不招那个打工的，对啊。因为忙的话呢，就是那2个小时，坚持也就过来了。对。然后现在招人的话也不是很好招。现在日本，特别是餐厅，我觉得招人不好招。现在在日本的话，越南人比较多一些。是打电话过来问招不招人的话，大多数都是越南人。是这样。但是我们反正是，如果预约多的话呢，就是表妹在这儿，我的表妹在这儿，朋友什么的就过来帮忙。都是这样的。但是客人呢也都很好，可以保证。客人见过。我的客人都非常好。是的。看我忙的话，都是等一等也没关系，从来不抱怨，或者是说，哎呀，看你挺忙的，我改天再过来呀什么的。对，客人非常好，nice 的不得了，这么好的客人，羡慕的不得了。也非常非常感谢我的客人那么支持我。说不定您的客人就在看这段视频，他们听了你这段话一定会更加感动。真的非常感谢。原来如此。真的，这家店真的很不错的哦。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一定要私信我会告诉你。这里我就不公开了，卖个小关子。贝拉纳杜姐，在日本的生活中，您感觉到最让你不习惯的地方，又让你特别喜欢的地方，都是哪里？不习惯的地方吧，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人和人之间的那个距离感。距离感哈，就是和日本的，因为我的客人99%以上都是日本人。就是平时呢来吃饭的时候呢，大家就是聊聊天呀，在就是有时间的情况下哈，就是聊聊天呀什么的。但是在店里大家感觉呀蛮熟的，但是偶尔在街上碰到呢点一下头就是觉得偶尔会有聊2句的什么的。这个就和上一期的那个嘉宾提到的一样，就是日本人交往的一种距离感。对，他的距离感。对，就是这样的。但是现在也习惯，我现在也很习惯，就是点一下头就是说有交集的地方呢，大家会有一种就有一个比较君子之交的这种互动嘛。但是一旦脱离了这个关系之后，就会有点萍水相逢。是的，不会有太多的这种交集。没错，不会因为说我是你的常客，然后在私下的生活中要怎么样。是的，这个就是真的特别的，对我感觉有的时候觉得感觉蛮熟的了。然后在街上碰到呢大家点一下头，匆匆忙忙的就过去了。是的，就是这样。是前一期的嘉宾也提到这，真的日本和日本人交往当中的这种距离感，非常非常的适中吧。对，保持一定的距离，不会太冷也不会太热。对，大家都不会越界的。这个是你觉得当时觉得不太习惯的一点？当时觉得有点不太习惯，但是现在嘛，都已经觉得其实这样也蛮好的，也蛮好的。他们有什么你非常喜欢的地方？非常喜欢的地方呢，也是客人，因为我的朋友也很少。大多数就客人呢，就是经常来的客人，他不管到哪儿，他心里会想着你。
你说你跟他有距离感吧，但是他出去旅游的时候，他会给你买一些当地的特产回来给你。到季节了，然后比如说现在正是水果下来的季节，葡萄啊什么的，他去采葡萄的时候，他会给你带来1箱葡萄。然后过圣诞节的时候呢，他会给你带个蛋糕或者给你带个巧克力。然后有的时候客人来，哎呦，你们家太好吃了，会给你1000块钱小费，你去喝杯咖啡吧，或者说我请你喝一杯，因为你很忙嘛，然后请你喝杯酒，就是，然后我就觉得，虽然钱不多，但是他这份心意啊，我就觉得，哎呀，我很开心，特别真诚，很真诚，对吧？对，就真诚。我说，哎呀，你看中午就是来吃一顿饭啊，可能是。花个1000日元左右，反而还会再给你1000日元，然后让你去喝杯咖啡，让你和你老公去喝杯咖啡吧，或者是请你俩喝一杯。哎呦，我就觉得，哎呦，挺开心的，挺开心的。我觉得可能也是对我工作的认可吧。是的，是这样的。因为其实我也有这种冲动，真的就是经常会收到客人自己做的香皂呀，会给你分享给你。小孩子自己做的那个 cake 啊，就是小蛋糕啊什么的，他也会经常拿过来送给你，所以经常来收到客人送的礼物，然后我就觉得，哎呀，我也好开心，所以我店里也经常买一些糖果呀什么的放在那儿，小朋友来的时候就给大家吃一吃。就是这样。观众朋友们都听到了。你看，像杜姐这样经营的话，会得到大家多的赞赏和认可。得收到很多小礼品了，是大家的楷模，也不是了，也不是了，可能是就是你。其实姐姐的，您在店里面的这种工作的感觉，给我的感觉其实也是很真诚。那大家互相都很真诚的话，你彼此的感受就很好。这是为什么这些客人会愿意给你，对吧？带一些这种土产给你，给你一些小费的原因。就是大家感受好，就是真诚吧，我觉得就是真诚。对，就是真诚。第一次来的客人是你的陌生的客人，第二次呢，你就觉得他不陌生，但是你有印象，就是把生的客人变成自己的熟悉的客人，然后你再记住他的一些，就是一些。吃什么东西呀，或者怎么样的，客人会觉得啊，你挺重视我，对，你记住我啊，你记住我了，这一点他就非常非常开心。是，所以他虽然会对你保持一种距离，但是你呢，把他当成你的一个朋友，而不是说简单的就是我的一个客人。我觉得抱着这种心态和想法的话，我觉得，是的，他也能感受到，对，因为客人也是人嘛，是肉长的心嘛，有感受的，哇，很美妙的一段话，谢谢您的分享。那我再问一个问题哦，在工作和学习中，您有遇到过哪些烦恼？又是怎么克服的吗？烦恼嘛，就是日语这块。日语因为毕竟没有正规的学习过，就是在工作当中一边工作一边学习，所以说我的日语真的是很有限，只是简单的和客人这些吃点菜方面或者生活上的简单的交流，就是再深聊一下的话，这日语就肯定是不够了。但是我呢又不是一个学习型的人，所以说一边工作一边学习，一边工作一边学习，就是现在这种状态。我觉得日语不错呀。哎呀，不行，但是有的时候说不明白的话，就是连比划再说，但是客人大多数还是比较能理解的，也是有的时候也闹了很多笑话，然后大家呢但是也蛮有意思的。这个日语这个回答已经几乎每一期大家遇到的烦恼几乎都是日语。看来语言还是一个最大的烦恼。对，因为日语是小语种，学习起来比较难一些。对你这种学习型的话，对于我来说，我觉得因为从小就不爱学习，所以说来日本来说也是对我一个挺大的挑战，就语言方面。但是还好，周围有很多人帮助我。你看客人对你的态度了，那就是最好的一种赞同了。真的是大家帮助我，我的成长这18年来说，我的一点点成长，真的是我周围的朋友的支持，然后
客人的一些帮助，我的日语的水平呢就是一点一点的提高了。你觉得自己来了日本这18年，你在哪些方面觉得自己成长了很多？自己成长了很多呢，就是自己的这个忍耐力，忍耐力，确实是这样的。我觉得我是一个做什么事情没有长性的那么一个人，但是来日本以后呢，就是看到了日本的这个人的这个工作态度哈，对工作的这种认真的这种态度，还有这些，因为我跟这个日本的这个留学生们在一起工作，一起蛮久的，就是大家这个忍耐力呀，我就觉得，我学习了很多，忍耐力，真的。精神方面的忍耐力，精神和还是生活方面，生活方面和精神方面都有。就是说，刚来日本，生活方面会感觉到压力会挺大，压力很大，因为毕竟我来日本直接就工作嘛，所以说可能是和留学生比较来说，我觉得可能就是在经济方面没有什么大的压力经济方面对，但是经济方面我虽然没有什么压力的话呢，但是我在工作上面压力挺大因为毕竟语言相对来说，毕竟你虽然会一点点日语，但是你毕竟在国内的话，那一点在日本还是远远不够的。所以说在工作当中的话，你给自己就是压力会很大。所以说这个时候呢，你只能忍耐，你只能忍耐，你不会，你听不懂，但是你又很急。然后呢，你觉得，哎呀，可能是不是他在说我什么坏话呀，或者是什么样？我懂了。你说的忍耐是，就是说保持内心不要去焦躁的这样，对，克制焦躁的这样一种忍耐力吗？对，就克制自己这种焦躁，然后你要把自己放低，把你自己放低，我觉得这个很重要。不管你在国内你是做什么的，我觉得你的心态要放低一些，你自己呢就会要放松一些，就是这样。我也经历过，也有切身感受。我觉得是忍耐很重要，忍耐很重要。对，你不可能像在国内那样随心所欲。随心所欲，我觉得随心所欲不了，至少一开始那一段时间是随心所欲不了。是的，一开始那1年到2年之间吧，我觉得你还是要忍耐的。对，是这样。这方面成长了很多，忍耐力，我觉得你忍耐下来了，你才能坚持下去。原来如此。我也感同身受。确实是这样的。对。那么杜姐啊，对18年前选择来日本的你，当时的自己，有什么话想说吗？我觉得想自己说什么呢？就觉得你辛苦了，你是最棒的。你是最棒的，最棒的，是。我觉得我也是觉得你是最棒的。您家店我已经去吃了好多次，真好吃，服务也好。就是分享嘛。对，把自己觉得好吃的东西分享给大家。我觉得看到大家说真好吃，我觉得我就很开心。我很开心。没有任何奉承真的是好吃。我丈母娘这么挑剔的嘴，你的口味已经变了嘛，比较是偏日式化了。我的可能是我店里的东西，可能对于咱们国内的人来说，可能觉得就普通的嘛。可能对于日本人来说，觉得味道还是很好的，味道不错。是偏日式的中华料理的话，不是那种非常本土的这种，对，不是很，而是被日化过的。对，被日化过的。因为毕竟我接待的90%以上是日本人嘛，所以毕竟在日本嘛，然后我们的那个位置呢，又都是日本人，所以说的话，这个做菜的这个味道的话，肯定是要偏向日本人。那么杜姐啊，你也知道我们这个节目的很多观众都是对日本有一定兴趣，或者说也有可能未来会准备来日本留学或者工作的一些观众会比较多一些。对于这样的朋友，对于这样的观众，你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或者说一些想法？有什么想法？就是来日本呢，如果你在国内的话，真的是没有什么事可做，就是在学历上也好，或者在这个资源上也好，确实是没有什么资源的话，我觉得来日本还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虽然呢现在日元挺低的
但是我觉得在日本还是能赚到钱的。而且日本的这个人际关系呢比较简单，生活也比较简单。你要是能耐得住寂寞，来日本我觉得还是可以的。但是呢，语言这方面呢，我建议还是在国内稍微学一点日语过来，因为毕竟是在国外嘛，你要是不会日语的话，这个就太有局限性了，会很多不方便的地方。所以说，建议大家还是学一点日语，然后再过来，就是这样。然后降低你的期望值，对，降低你的期望值，我觉得这个很重要，不要想得太美，是认清现实，对，是这样的。你的来日本的目的是什么？这个我觉得，你就是为了赚钱，那么你一定要把你的期望值降低，把自己放低，姿态放低。就说杜姐的建议就是，那来之前先想好我为什么要去。如果是想留学读书，做好相应的准备；如果是想赚钱，那就不要把期望值设定太高。对，这是您的切身的这种感受和建议。对，是这样的。应该是很有说服力的。因为日本很现实的。你只要你勤劳一点，你一天打3份工都有的。是这样。如果说你是为了享受的，那你这钱还不如在中国享受，我觉得更好。原来如此。